我刚拼下千万级项目，就被主管逼着嫁给客户家的傻儿子。他骂女人拼事业没用，拿我的职业生涯逼我赴约，笃定我只能乖乖就范。但他忘了，我能拿下千万大单，就不是任人揉捏的软柿子。这份豪门福气，我必亲手还给他。5一前夕，公司聚餐，我刚签下一个千万级别的项目，同事们纷纷举杯向我道贺，气氛热烈。太牛了，林诗月，恒远那个单子硬是被你拿下来了。这次提成的有6位数吧？诗月太拼了，为这个单子连着熬了半个月。这个季度销冠非你莫属了吧？我笑着端起酒杯，还没来得及开口，主位上的主管李诺突然冷哼一声，全场安静了下来。他在所有人的注视下，款款走到我旁边，慢条斯理地敲了敲桌面。诗月啊，你进公司也快2年了，平时干活也算勤快，天天都在加班。作为你的直属上司，我这当姐姐的真是心疼你，所以特意给你寻了一门好亲事。这话一出，包厢里瞬间安静了下来。旁边几个平时专拍李诺马屁的同事立马竖起了耳朵。我心里冷笑，他平时动不动就对我横挑鼻子竖挑眼，恨不得把我的功劳全抢走，现在会好心给我介绍对象。李诺不顾我的脸色，直接掏出手机，把屏幕对到我眼前。照片上的男人体态肥胖，像座肉山一样瘫在沙发上。我胃里一阵翻江倒海，这不是王总家那个出了名的傻儿子王耀祖吗？李诺见我不说话，伸手戳了戳我的肩膀，高兴傻了。人家王总家里有矿，是咱们市数1数2的实业家，这可是王总的独生子，唯一的继承人。你嫁过去就是少奶奶，多好的福气啊！同事们面面相觑，谁也不敢接话。圈子里谁不知道王耀祖是个什么情况？小时候发高烧，烧坏了脑子，现在快30了，连句话都说不清楚，整天流着哈喇子到处跑，智商还不如一个3岁的孩子。李诺竟然把这种人介绍给我，我放下手里的杯子，礼貌拒绝。李总，这不合适吧？对方条件这么好，我怎么配得上？可李诺却不依不饶，语气也变得尖酸刻薄。有什么不合适的？放心，王总家不搞那些门当户对的联姻，你就偷着乐吧。李诺口口声声说是为我着想，说王耀祖才28岁，身材健壮，配我绰绰有余。他还说我一个女人那么拼事业根本没什么用，不如趁着年轻早点嫁人。就算我现在年轻漂亮，能拿到几万块的提成，过几年也还是会变成没人要的黄脸婆。他压根没问过我的意见，就直接跟王总敲定了这件事，说王总对我很满意。最后他还告诫我，这种轻而易举就能跨越阶级的机会，别人求都求不来，你可别不知好歹。包厢里瞬间安静了下来，几个平时惯会溜须拍马的狗腿子同事立刻心领神会，跟着附和起来。是啊，林诗月，诺姐，这可是肥水不流外人田，你可别不识好歹，到时候成了豪门阔太，可别忘了提携咱们这些老同事啊。他们酸言酸语，有同情，有看戏，还有人暗自庆幸没被李曼盯上。我的双手在桌子底下死死攥紧。李诺再次转过头，居高临下的看着我，这周6中午维多利亚西餐厅你必须去，你要是把事情搞砸了，今年的年终奖和年底绩效考核你1分都别想拿到。别怪我没提醒你，要是得罪了王总，你就别想在这个行业继续混下去了，这是赤裸裸的职场霸凌。我心底的怒火差点压不住，但我知道现在发脾气只会让他看笑话。我咬着牙迅速挤出一个得体又完美的假笑。诺姐真是太费心了，这种天上掉馅饼的好事我哪敢推辞，多谢诺姐栽培，我绝不辜负诺姐的苦心。说完我仰起头将那杯酒一饮而尽。这顿饭吃得索然无味，散场后我独自坐在出租车上，冷着脸掏出手机，让我去相亲是吧？好，那就别怪我反手送你一份大礼了。我点开李诺的小红书账号翻看起来，他在社交平台上把自己包装的极度光鲜，住市中心的大平层，开最新款的保时捷，公司没人比我更清楚，这些高大上的背景全是他跟外围圈子的那些人四处拼单得来的。甚至有好几次他在对接客户时借口去拿文件，偷溜进客户的豪车里去拍方向盘。我把这些名媛照全部保存下来，然后点开了王总的微信，我掐着大腿硬生生逼出几分哭腔，发送了一段声泪俱下的长语音。王总，诺姐跟我说了相亲的事，我真的特别感激您能看上我，能嫁进王家是我几辈子修来的福分。可是我昨天下班去医院复查了，我故意停顿了一下，让声音显得更绝望。医生说我体寒极其严重，这辈子都不可能怀孕了。王家家大业大，需要男宝传宗接代，我怎么能去坑王公子呢？消息刚发过去，对方正在输入中就弹了出来，我没有给他拒绝的时间，马上话锋一转。不过王总，其实我们诺姐一直对您和王家都非常仰慕，她一直渴望当个全职太太，私下里经常跟我夸王公子的面相有福气。她常跟我们说，女人最大的福气就是嫁给一个好男人，再生4、5个大胖小子。我把李诺那些特意精修的凸显大胯和丰满上围的名媛照片全部打包发了过去。为了增加说服力，我还在最后补充了一句，您看她这面相，这身段，还有这气韵，这样有旺夫相的好女人可不好找啊。半分钟后，王总直接回了我一条语音，声音里透着掩盖不住的喜悦。哎呀，我就说嘛，之前在公司见你们主管就觉得这女娃面相好，这屁股生儿子绝对是一把好手，生双胞胎都没问题。王总是个没文化的暴发户，满脑子都是传宗接代，这套说辞简直精准踩中了他的死穴。他当即拍板说，你这丫头也算懂事，既然你不合适，那就赶紧把你们主管安排上，就定在周末维多利亚西餐厅，我让耀祖收拾的精神点去见他。我听着语音里王总那粗犷的笑声，回了一个大大的好，不是拼事业不如嫁的好吗？这福气给你多好啊。第二天刚到公司，早会的气氛就十分压抑。李诺坐在主位上翻看着手里的项目报表，突然他把报表往桌上一摔，林诗月，你手里那个核心项目的进度太慢了，客户已经投诉到我这里了。他睁着眼说瞎话，那项目是我加班1个月才拿下的，马上就要签合同拿提成了。李诺指了指他旁边的头号亲信张丽，为了公司的利益，这个项目从今天起交给张丽负责，你就专心准备周末的相亲。女人嘛，嫁得好比干得好强多了，我也算成全你，免得你分心。全场一片死寂。张丽
得意洋洋地冲我挑了挑眉，走过来敲了敲我的桌子，压低声音对我耀武扬威：林诗月，下个月的销冠非我莫属了，要是相亲黄了，我劝你趁早收拾东西滚蛋，别在这爱诺姐的眼。我坐在椅子上一言不发，干脆利落地把所有客户资料打包进 U 盘，扔在张丽面前，全在里面了，拿去吧。李诺看我连句反抗都没有，认定我已经彻底服软。回到家，我立刻打开电脑，申请了一个小号，我把小号的头像换成了一张只有侧脸的帅哥，又在朋友圈里放了一些高端金融酒会和海外高尔夫球场的照片，妥妥的一个刚刚回国、身价过亿的创投圈总裁。然后我用刚注册的小号添加了李诺的微信：李小姐你好，我是通过圈内朋友的推荐拿到你微信的，听闻李小姐不仅能力出众，更是气质高雅，不知这周末能否有幸能与李小姐一起共进晚餐。我发过去一张维多利亚餐厅2楼豪华私密包厢的电子邀请函，10分钟后，李诺才故作矜持地发了一条答应的消息。我懒得理他，直接回了一句：周末见，期待你的盛装出席。部门群里突然炸开了锅，我这才看到李诺在部门群里连发了10个炫耀的表情包。哎呀，真烦人！周末本来想休息的，结果又有追求者非要请我去维多利亚吃饭，推都推不掉，据说还是个海归总裁呢。这消息一发，底下瞬间涌上了一大排狗腿子，一个个在那围着李诺吹捧。我看着屏幕切换回大号，在群里发了一个大大的点赞表情。听前台的小姑娘说，李诺刚在群里炫耀完，就咬牙砸了小半个月工资，连夜在美容院预约了顶配的全套护理，就想靠着这顿饭攀上这位海归总裁。周末下午2点，维多利亚餐厅外，我戴着墨镜和鸭舌帽，早早守在了马路对面咖啡馆的靠窗位置，这个角度刚好对着餐厅2楼豪华包厢的落地窗，视野绝佳。我将手机稳稳架在桌上，开启了高清录像模式，不动声色地盯着里面的动静。2点15分，一辆出租车停在了餐厅门口，李诺穿着条稍微有些缩水的劣质紧身蕾丝裙走了下来，裙子紧紧地包裹在他身上，勒出了一圈明显的赘肉，可他却只顾凹着造型，毫不在意。他踩着12厘米的尖头高跟鞋，在餐厅门口对着镜子反复补着口红，然后搔首弄姿地走进了餐厅。服务生领着他走上2楼，豪华包厢的红木门被推开，李诺深吸一口气，挺直了腰板，摆出自认为最迷人的微笑。然而迎接他的根本不是什么西装革履的海归精英，而是一个200多斤、满嘴流口水、正在玩奥特曼玩具的王耀祖。王耀祖看到盛装打扮的李诺，浑浊的眼珠瞬间定住，他露出了痴傻又狰狞的笑，整个人直勾勾地朝李诺扑了过来。王耀祖像头发情的野猪一样，直接朝李诺扑了上去。我看着他死死抱住李诺的大腿，脑袋一个劲往他身上蹭，嘴里还念叨着要找香香的老婆，口水和鼻涕瞬间糊满了他那条紧身的蕾丝裙摆。李诺被吓得花容失色，发出杀猪般的尖叫，他一边奋力挣扎，一边哭喊着求救，斥责王耀祖是疯子，让他放开自己。他奋力挣扎，抬起脚想踹开这个肉球。就在这时，包厢外传来一阵沉重的脚步声，王总带着4个满脸横肉的保镖走了进来，他递了个眼神，2个保镖立刻冲上前，一把按住了李诺的胳膊。李诺动弹不得，惊恐地看着眼前的阵仗，他认出了王总，惊慌地询问他们怎么会在这里，想要做什么。王总看着眼前的李诺，拿出手机对着我发给他的那些名媛大胯照比对了一番，又上下打量了一下他被勒得紧绷的身材，发出满意的大笑。他夸赞李诺不错，虽然穿得俗了点，但确实好生养，是个能生大胖小子的料。王总走到餐桌前，直接把一本户口本摔在桌面上，开门见山让李诺和王耀祖明天一早就去民政局领证。李诺脸色瞬间惨白，连呼吸都停滞了。他看着地上的王耀祖，又看了看凶神恶煞的保镖，终于反应过来自己掉进了什么坑里。他疯狂摇头，急忙辩解说这都是误会，自己根本没有想嫁入豪门，企图甩锅把一切都推到我的身上。他声称是我看不上王耀祖，才处心积虑把他骗过来，恳求王总不要放过我。但王总根本不听他解释，他弹了弹烟灰，冷笑一声，说我不孕不育，配不上他儿子，还说他这体格就挺好。地上的王耀祖根本不给他反抗的机会，顺着李诺的腿就爬了起来，一把揪住他的蕾丝领子。他嚎叫着说要让李诺给他生弟弟，还要在桌子上生弟弟，撅起油腻的嘴就要往李诺脸上亲。就在王耀祖快要亲上的一瞬间，李诺爆发出惊人的求生欲，他一口咬在了保镖的手腕上，又一把推开王耀祖，转身冲出包厢，高跟鞋跑掉了一只，他也顾不上捡。王耀祖在后面急得直跳脚，王总却冷哼一声，说李诺跑得了和尚跑不了庙，让手下去他公司找他。周一早晨，公司1楼大厅的闸机口人来人往，全是赶着打卡上班的同事。我刷卡进门后，特意放慢了脚步，不多时，一辆奔驰商务车停在门口，王耀祖带着2个保镖直接堵在了大厅正中央，他怀里抱着一个印着大红双喜的劣质搪瓷盆，见人就扯着嗓子喊，问他的老婆在哪里。保安还没来得及赶人，李诺就出现在了旋转门外。他今天穿着一套精致的黑色职业套装，显然是为了挽回周末受挫的心情。结果刚走进大厅，王耀祖的雷达瞬间锁定了他，他爆发出惊人的速度，像一颗炮弹一样冲了过去，对着李诺喊老婆，说他终于找到他了。王耀祖跨坐在李诺身上，疯狂撕扯他的职业套装，李诺的衬衫的扣子都崩飞了好几个。他嘴里念叨着让李诺抱抱他，给他喂饭。李诺被压得喘不过气，拼命蹬腿尖叫。全公司的员工瞬间围了里3层外3层，大家默契的没人上前阻拦，反
反而纷纷举起手机对着地上翻滚的两人狂拍，闪光灯此起彼伏，前台下的赶紧拨了那线电话。大老板闻讯带着几个高管匆匆赶来，一看到大厅的惨状，大老板的脸黑得能滴出墨水，沉声勒令保安让他们把人拉开。几个保安七手八脚的把王耀祖架了起来。李诺头发散乱，衣衫不整的从地上爬起来，他一手捂着走光的胸口，一手指着王耀祖破口大骂，让保安把这个死傻子赶出去。话音刚落，啪的一声脆响，响彻大厅。王耀祖竟给了他一巴掌。王总带着10几个黑衣人慢悠悠的踱步进来，看着李诺脸上的巴掌印，他解释说他家耀祖最讨厌别人叫他傻子，李诺这是活该。说完，他走到李诺面前，反手又是一巴掌，轻飘飘的解释说要是不帮耀祖出头，耀祖会不高兴的。王总冷厉的目光扫过全场，说李诺收了他们王家的八字帖，生是王家人，死是王家鬼，谁敢帮他，就是跟他王某人过不去。老板一听是公司最大的财神爷王总，立刻换上了一副笑脸。李诺捂着脸，整个人都傻了。这出闹剧很快在老板的调停下暂缓。王家人前脚刚走，李诺后脚就冲进了总裁办公室，我也被秘书叫了进去。刚进门就看到李诺一把鼻涕一把泪的跪坐在老板桌前，声嘶力竭的控诉我，他向老板诬陷我说我私底下勾引王总不成被识破，为了泄愤才故意把王耀祖塞给他，败坏他的名声。李诺让老板一定要开除我。老板听完大发雷霆，他斥责我为了点私怨竟然敢得罪大客户，让我去财务部结账，今天就滚蛋，还要在全行业封杀我。面对两人的指控，我不慌不忙掏出电脑，我告诉老板，开除我之前不如先看看电脑里的内容。然后我放出一系列清晰的转账记录，全是李诺在各个拼单群里的交易明细，比如几十块钱拼一份下午茶，比如100块钱拼2个小时的豪车使用权。接着画面一转，电脑显示出他亲手填写的王家相亲意向表，上面的字迹和签名清清楚楚。最致命的是最后几张截图，那是李诺偷偷变卖公司客户礼品的2手平台交易记录，连发货地址都是公司的仓库，其中甚至包括老板自己掏钱买来准备送给重要领导的2盒极品燕窝。我告诉老板，他那2盒燕窝被李主管以1折的价格卖了抵他的信用卡债了。看到这里，老板的脸色由红转青，脖子上的青筋都爆了起来。他猛地站起身，绕过办公桌，一脚踹翻了李诺坐着的椅子，骂他是个吃里扒外的东西。李诺瘫坐在地上，面如死灰，不可置信地看着电脑上的证据。他急忙向老板认错，恳求老板听他解释。老板嫌恶地将他一脚踢开，像看一团垃圾一样看着他。他让李诺立刻停职留薪，免去他主管的一切职务，还说等公司内部审计查清他的账，就让他进去蹲耗子。老板气得胸口上下起伏，厌恶地挥手让他滚出去。李诺跌跌撞撞站起来，满眼恶毒地瞪着我，却一句话也说不出来。停职在家的李诺日子并没有好过半点，他根本躲不过王家铺天盖地的围剿。王总见李诺迟迟不肯就范，直接动了真格。他派了4个膀大腰圆的保镖，24小时驻扎在李诺出租屋的楼下。第一天，他们就剪断了李诺房间的网线和入户电线，每天从早到晚按时用大喇叭在小区里循环播放震耳欲聋的接亲神曲，吵得整个小区的业主怨声载道，全跑去骂李诺。王耀祖更是搬了个马扎，雷打不动的坐在楼道口，他怀里抱着喜糖，逢人就发，一边发一边流着口水宣布屋里住着他怀孕的老婆，还说他老婆马上就要给他生小弟弟了。李诺被逼得精神极度衰弱，晚上连灯都打不开，只能缩在被窝里发抖。第3天半夜，他实在受不了了，连夜胡乱塞了几件衣服进拉杆箱，想要趁黑跑路。结果刚他蹑手蹑脚的走出单元门，2个保镖就像从地底下冒出来的一样，一把按住了他的肩膀，连人带箱子直接掀翻在草丛里。李诺绝望地掏出手机报警，在电话里尖叫着向警察求救，说他被黑恶势力非法拘禁了。警察很快开着警车赶到现场，李诺像抓住了救命稻草，扑上去抱住警察的胳膊哭诉。可还没等警察开口询问，王总的秘书就慢条斯理地走了过来，甩出一部平板，里面播放着一段清晰的监控视频，正是他在维多利亚餐厅包厢里的录像。视频里，李诺为了脱身连连点头，自己满口答应给王耀祖做媳妇，只求王总先放开他，连彩礼的具体数字他都在视频里确认了。看完视频，警察皱了皱眉，直接判定这是家庭内部的感情纠纷。警察教育了李诺几句，说年轻人婚姻大事不能当儿戏，然后摇摇头转身离开了。警车开走的那一刻，李诺彻底孤立无援，2个保镖架起李诺的胳膊，强行把他拖回了出租屋。为了让李诺妥协，王总直接让人在他家门外的走廊安装了3个无死角摄像头，窗户也在外面加装了铁皮，每天只有中午和晚上，保镖会顺着门缝给他塞进去1盒冷掉的白水煮菜。被软禁的第3天下午，李诺翻箱倒柜，终于在床底下找到了一部落满灰尘的备用手机，插上之前偷偷藏起来的流量卡，这成了他唯一的希望。李诺立刻拨通了前男友的电话，这个前男友是个小有名气的富二代，也是他一直对外吹嘘的白月光高富帅。电话接通，李诺顾不上形象，发去几张自己被勒出伤痕的大尺度照片，还有用指甲划破手臂的自残视频。他对着电话哭得梨花带雨，楚楚可怜，向前男友道歉，说自己当初不该离开他，还说自己被黑恶势力囚禁，他们要强暴他。李诺对着电话苦苦哀求，求前男友来救他。他还说只要前男友救他出去，他以后什么都听他的。前男友原本正在酒吧喝酒，看到这些刺激的照片和视频后，瞬间精虫上脑，借着酒劲，他立刻招呼了2个社会上的小兄弟，他们3个人开着一辆扎眼的敞篷跑车，气势汹汹地杀到了李诺住的小区门口。前男友从后备箱抽出一根棒球棍，嚣张地下了车，大喊是哪个不长眼的敢动他的女人。话音未落，楼道里一下涌出10几个彪形大汉，直接把他们3个连人带车团团围住。王总叼着雪茄，挺着大肚子走上前，一把扯过前男友的衣领，往地上狠狠一摔，然后怒斥他说就他个小瘪三也敢来抢他们王家的人。
人。大汉们一拥而上，连拖带拽的把前男友和那2个小兄弟拖进了昏暗的地下车库。10分钟后，前男友被打得鼻青脸肿，衣服撕成了破布条，他跪在地上连连磕头求饶，向王总认错，说自己认错了人，根本就不认识李诺。李诺扒着窗户的缝隙，将全过程尽收眼底。他看着前男友连滚带爬的钻进跑车逃走了，接着手机屏幕上弹出前男友发来的最后一条消息，他咒骂李诺让他去死吧，还警告李诺以后别再联系他。随后就是一个红色的感叹号，李诺被彻底拉黑了，最后一丝希望彻底断绝。李诺跌坐在窗前，死死抓着自己的头发嚎哭。到了第5天，王家失去了最后的耐心，王总直接带着王耀祖走了进来，把一份厚厚的文件拍在李诺的脸上，让他签了它。那是一份苛刻到极致的婚前协议，协议上写道，李诺必须在3年内为王家生下2个男胎，如果生不出或者生的是女孩，直接净身出户。在婚内，李诺没有1分钱的财产支配权，甚至连日常开销都要凭小票报销。一旦发现他出轨或者逃跑，王家有权要求巨额违约金。李诺看着那份等同于卖身契的文件，眼睛充血，叫嚣着不签，还说他们这是犯法，要去法院告他们。李诺拼死挣扎，张开干裂的嘴唇，狠狠咬破了按住他手腕的保镖手背。王总冷笑一声，根本不为所动。他从秘书包里掏出另一叠单据，直接砸在了李诺面前的地板上。王总让他看看地上的单据，说他知道他的那些烂账，而且已经把所有欠条全买下来了。王总蹲下身，一把捏住李诺的下巴，恶狠狠地告诉他，如果他今天不签这份协议，他马上就让外面那些催收的兄弟进来，把他卖到东南亚境外的厂子去接客还债。王总还说，那边的人可不像王耀祖这么懂得心疼老婆。看着那些欠款合同，李诺吓得浑身发抖，牙齿打颤。他颤抖着双手从地上捡起笔，在协议最后一页歪歪扭扭地签下了自己的名字。王耀祖见状欢呼雀跃，他扑上来，一把撕扯掉他身上脏兮兮的衣服，强行给他套上了一件大红色绣和服。王耀祖念叨着说，他穿红衣服好看，还说明天就能生小弟弟。王总一挥手，几个保镖像拖死狗一样架起面无血色的李诺，直接把他塞进了楼下早早停好的一辆面包车里。距离王家在市里举办订婚宴还有最后2天，李诺被关在王家半山腰别墅的2楼客房里，这里守备森严，窗户全都焊上了防盗窗，唯独2楼卫生间的通风窗因为太小没有加固。半夜，李诺趁着保镖换班上厕所的间隙，砸碎了洗手台的镜子，用玻璃碎片硬生生割断了绑在自己手腕上的塑料扎带。他爬上马桶，拼尽全力从狭窄的通风窗挤了出去。逃出来后，他连鞋都没穿，光着脚狂奔了10几公里，逃到了我家小区。凌晨4点，李诺敲响了我家的门，把我吵醒了。我打开门，李诺直挺挺地跪在了我的面前，疯狂地在地上磕头，求我大发慈悲，救他一命。李诺痛哭流涕，鼻涕和眼泪混在一起，显得无比狼狈。他向我控诉王家的恶行，说他们都不是人，全是畜生，掀起袖子露出上面密密麻麻的水泡。他告诉我，王耀祖有暴力倾向，昨晚还用烟头烫他，恳求我帮帮他。李诺说他知道我喜欢钱，只要我今天顶替他，戴上口罩完成订婚仪式，拖住王家1天让他跑出国，他就把这几年攒下的所有核心大客户资源都送给我，甚至他还说要把自己存的20万私房钱也全给我。我低头盯着他那张沾满泥污和血迹的脸，看他的眼中闪过一丝玩味。当初他在饭桌上不顾我的意愿，强行把我塞王耀祖，逼着我跟他相亲的时候，可曾想过我会有怎样的下场？我叹了口气，伸手将李诺从地上扶了起来，对他说，大家同事一场，我也不能见死不救。我让他放心，这忙我帮了，让他在我这安心躲着。听到我的保证，李诺的眼中瞬间迸发出狂喜，他连连道谢，整个人长长的松了一口气。我安抚他，先去客房洗个热水澡，换身干净衣服，顺便去厨房给他倒杯温水。转过身的瞬间，我脸上的笑容彻底消失，眼神变得冰冷。第2天傍晚，华灯初上，王家包下了市里最高档的皇冠海鲜酒楼，整个3楼大厅张灯结彩，摆了50多桌酒席。我穿着李诺送来的红色礼服，又用大号口罩把自己捂得严严实实。与此同时，李诺正躲在酒楼对面的快捷酒店里，死死盯着手机屏幕，屏幕上是我给他开的订婚宴现场直播。看到我乖乖站在台上，他在屏幕那头长舒了一口气，开始打包行李准备跑路。台上的司仪正拿着话筒声情并茂地朗诵宣誓词，王耀祖流着口水，傻笑着从口袋里掏出一枚足有鸽子蛋大小的黄金戒指，他笨拙地抓起我的手就要往我手指上套。就在戒指快要碰触到我皮肤的瞬间，我甩开他的手，扯下口罩和墨镜扔在地上。我夺过司仪手里的话筒，对着全场宾客大喊，让大家都看清楚了，我不是李诺。全场一片哗然，底下的宾客纷纷站起身，交头接耳。坐在主桌的王总脸色骤变，他气得直接摔碎了手里的敬酒杯，质问我这么会出现在这里，李诺那个贱人去哪了？王总怒吼着，带着10几个保安就冲上了台。我不慌不忙地拿出手机，将早就连接好的投屏信号推到了大厅的巨型 LED 屏幕上，屏幕画面瞬间切换，左边是快捷酒店的定位地址和具体的房间号，右边则是李诺正坐在床上看直播，惊恐万状的大脸。我告诉王总说，他的儿媳妇就在对面的如家酒店302房间，现在去抓，刚好能赶上敬酒。王总看着屏幕上李诺的脸，气到冒火，他大手一挥，让保镖去对面抓人，扬言要打断他的腿。几十个保安立刻如狼似虎地冲出酒楼，涌向对面的快捷酒店。不到5分钟，屏幕里就传出了踹门的巨响，李诺发出绝望凄厉的惨叫，他连衣服都没来得及穿好，就被几个保安死死按在了地板上。其中一个保安扯着他的头发，将他的脸对准了摄像头。我站在金碧辉煌的舞台上，对着镜头里目眦欲裂的李诺送上了一个无比灿烂的飞吻。这场惊动半个市区的闹剧，最终以李诺被王家保镖倒拖着头发，像拖抹布一样抓回别墅收
收尾。听说那天晚上别墅里传出的惨叫声半夜都没停。1个月后，公司内部的审计调查彻底结束，李诺因严重职务侵占和挪用公款被公司全网通报开除，并在行业内下了彻底封杀令。由于他卖掉的那些贵重礼品价值超过了100万，公司直接报了警。老板为了安抚我这个保住了大客户的功臣，不仅没有开除我，反而将李诺留下的主管位置直接任命给了我，连同他手里那些全部优质的客户资源也一并划归到我的名下。张丽那个抢走我项目的亲信被我随便找了个借口调去了保洁部。上午10点，我坐在李诺曾经做过的那间独立办公室里，阳光透过落地窗洒在真皮转椅上，温暖而舒适。我端着助理刚泡好的现磨咖啡，悠闲的晒太阳。办公室的门被敲响，新来的实习生抱着一堆合同，满脸崇拜地走进来。实习生向我说明来意，递上计划书，请我签字。我笑着接过笔，刷刷签下自己的名字。又是我职场坦途的全新一天。恒远集团的千万级项目正式进入落地执行阶段，这是我坐稳这个位置的根基，也是我在行业里站稳脚跟的第一块敲门砖。刚上任的第1周，我没有急着烧新官上任的3把火，而是把李诺留下的所有工作台账、客户资料、项目进度表全部翻了出来，逐页核对。我之前只知道他靠着职位便利中饱私囊，真的翻完所有台账才发现，他留下的窟窿远比我想象的要大得多。不只是偷偷变卖公司的客户礼品和老板的私人物品，他手里握着的10几个长期合作客户，大多都被他用虚高的报价吃了回扣，甚至有3个项目的合同里藏着几亿触发违约条款的陷阱，一旦踩中，公司要赔付的违约金高达数百万。我把所有问题台账整理成册，标注好每一处风险点和对应的解决方案，连同他吃回扣的转账记录、聊天凭证一起打包发给了公司老板和法务部。老板看到文件的当天，就在高层会议上发了雷霆之怒，当场敲定了所有问题项目的补救方案，全权交给我负责处理。同时，老板给了我部门内部的人事任免全权，不用再走层层审批流程。拿到权限的第一时间，我先处理的不是别人，是当初抢走我项目的张丽。他被调去保洁部之后，非但没有收敛，反而天天在茶水间和卫生间里散播我的谣言。他把李诺的下场全推到我身上，说我是靠着耍阴招上位的毒妇，还偷偷把我办公室里的项目资料拍下来，想发给竞争对手换钱。这些小动作我从一开始就看在眼里，只是懒得在刚上任的时候为了这种跳梁小丑浪费精力。行政部的同事早就把他偷偷翻我办公室垃圾桶、偷拍文件的监控录像发给了我，连同他和竞争对手公司人士的聊天记录也被我托人拿到了完整的截图。我没有给他任何辩解的机会，直接把所有证据发给了人事和法务，按照公司规章制度，以泄露公司商业机密、严重违反员工守则为由，直接开除，并且在行业协会的共享系统里提交了对应的违规记录。他离开公司的那天，抱着纸箱在办公区里哭嚎，想冲过来找我理论，被保安直接架出了大楼，连电梯都没能再踏进一步。之后的半个月里，我对部门内部做了一次彻底的人员优化。当初围着李诺溜须拍马，在聚餐时跟着附和逼我相亲的几个同事，要么被调去了没有提成的边缘后勤岗，要么因为业绩不达标、工作失误频发被优化辞退。最后留下来的都是当初在聚餐时没有落井下石，同时业务能力过硬的同事。我把李诺手里攥着的优质客户资源，按照每个人的擅长领域全部分配了下去。同时，我调整了部门的提成制度，把原本被李诺克扣的提成比例提回了公司规定的最高标准。整个销售部的氛围在短短1个月内彻底扭转，部门之前死气沉沉，人人都怕被李诺穿小鞋的压抑感荡然无存，每个人的业绩都有了明显的涨幅。月底的部门业绩报表直接冲到了全公司第1，老板在全公司的月度大会上当众点名表扬了我，还给我们部门批了一笔丰厚的团建基金，让我们随便选地方放松。团建定在了近郊的温泉度假酒店，部门的同事们聚在一起吃饭的时候，很多人都端着酒杯过来向我道谢，他们眼里的感激都是实打实的，没有半点之前的虚与委蛇。我笑着应下所有人的敬酒，心里清楚，这些尊重和认可从来都不是靠耍手段得来的，是靠实打实的业绩和公平公正的处事方式挣来的。团建结束回市区的路上，我接到了恒远集团项目负责人的消息，对方语气客气，却带着几分难掩的凝重。他约我第2天去恒远总部见面，说项目推进遇到了一点突发状况。挂了电话，我翻出恒远项目的所有资料，连夜核对了一遍所有的流程和条款，确认我们这边的工作没有任何问题。我心里大概有了数，这件事大概率和王家脱不了干系。王总旗下的矿业公司是恒远集团上游的原材料供应商之一，之前靠着低价和本地人脉拿下了恒远好几年的供货合同，这次的千万项目刚好涉及到这批原材料的采购和使用。第2天一早，我带着助理准时到了恒远集团总部，见到了恒远的董事长周明远。之前拿下这个项目的时候，我只和项目负责人对接，从来没见过这位在本地实业圈里举足轻重的大佬。周明远没有绕弯子，直接把一叠资料推到了我面前，里面是王总旗下矿业公司最近的质检报告，连续3批原材料的重金属含量严重超标，完全达不到项目的使用标准。要是用了这批料，整个项目的验收都会出大问题，甚至会留下严重的安全隐患。除此之外，还有王总利用供货合同套取恒远预付款，他把这些预付款挪去填补其他窟窿的流水记录，每一笔都清清楚楚。周明远坐在对面的真皮沙发上，指尖轻轻敲着桌面，语气平静却带着不容置疑的分量。他明确表示已经给王家发了违约函，终止了所有的供货合作，还要追究对方的违约责任。只是项目工期紧张，原材料的缺口补不上，需要我给出解决方案。我看着手里的资料，心里没有半点意外。王总那种靠着暴发户式的野蛮生长起来的老板，眼里只有短期利益，根本没有长期经营的心思，出这种事是早晚的。我没有立刻给出答复，而是先确认了新供应商
商的硬性要求，还有项目的工期底线。得到明确的答复之后，我立刻给助理发了消息，让他把我之前备用的3家原材料供应商的资质文件、质检报告、报价单全部发过来。同时，我联系了对方的负责人，确认现货库存和最快的供货周期。这3家供应商是我当初做这个项目方案的时候就提前考察好的备用选项，就是为了防止出现现在这种突发状况。当时李诺还嘲笑我，多此一举，说有王总的供货渠道在，根本不用费这个功夫。不到半个小时，所有的资料都整理完毕。我把3家供应商的方案按照性价比和供货速度分了优先级，递到了周明远面前，同时把每一家的优劣势还有对应的风险规避方案都做了详细的说明。周明远翻完所有的资料，抬头看我的眼神里多了几分明显的欣赏，他当场拍板选定了优先级最高的那家供应商，同时把整个项目的原材料采购全权交给我负责，额外给了我们公司5个点的服务费。从恒源总部出来的时候，助理坐在副驾驶上，难掩兴奋，感慨不仅解决了项目的危机，还额外赚了一笔服务费。周总对我们的信任远超预期。我握着方向盘，看着车窗外倒退的街景，心里清楚，解决危机也好，获取信任也罢，这一切都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当初我能拿下这个1000万项目，从来都不是运气，是我熬了无数个夜晚，把项目的每一个环节，每一个可能出现的风险都提前想到，做好预案换来的。周明远早就知道王总的供货渠道有问题，也早就看不惯王总在圈子里仗着有钱为所欲为的做派。他更清楚李诺为了攀关系，给王总递了不少公司的内部资料，所以从一开始他就没打算把项目交给李诺负责。我那段时间熬了无数个夜晚做的方案，跑了无数次工厂做的实地考察，还有每一次对接时专业严谨的态度，他都看在眼里，这才最终把项目交到了我手里，解决了恒远项目的危机。我顺带着也知道了李诺和王家的近况，圈子里的消息传得很快，尤其是王家这种之前风头正盛的暴发户，一出事，所有人都盯着恒远终止合作索要巨额违约金的消息，像一根导火索，直接点燃了王家早已岌岌可危的资金链。王总旗下的矿业公司本来就因为环保不达标，被相关部门勒令整改，罚了一大笔钱，全靠着恒远的预付款拆东墙补西墙。现在恒远的合作没了，还要赔付上千万的违约金，银行那边也听到了风声，直接抽贷不给续贷了。短短半个月的时间，王家就从之前风光无限的本地富豪变成了负债累累的落水狗。之前围着王总转的那些狐朋狗友，现在一个个都躲得远远的，生怕被沾上麻烦，连电话都不肯接。李诺的日子更是过得举步维艰，他当初被逼着签了那份婚前协议，刚被抓回王家没几天，王家就出了事。王总之前承诺他的锦衣玉食、豪门阔太的生活，连影子都没见到，反而被王总当成了救命稻草，逼着他去求之前的客户和关系给王家拉投资借钱。他之前在圈子里包装的名媛人设，早就因为公司大厅的那场闹剧碎得稀烂。所有人都知道他为了攀高枝被王家逼婚的事，根本没人愿意搭理他，更别说借钱给他。拉不到投资，借不到钱，他在王家的处境就越发艰难。王总没了之前的耐心，再也不说什么他好生养，能生儿子的话，稍有不顺心就把所有的怨气都撒在他身上。王耀祖的痴傻状况也因为家里的变故变得更加不稳定，之前只是流口水念叨着生儿子，现在动不动就发脾气摔东西，甚至动手推搡。李诺身上的淤青和磕碰伤就从来没断过。他不是没想过跑，可王家就算快破产了，也还是能顾得起人看着他。他跑了3次，3次都被抓了回来，每一次被抓回来都会被关在房间里，连口饱饭都吃不上。更让李诺绝望的是，公司那边的审计和法务流程已经走完，他职务侵占的涉案金额巨大，就算王家的事了了，他也要面对法律的制裁。走投无路的他再一次找到了我。那天我刚下班，开车出了公司地下车库，就看到他蹲在马路对面的花坛边，整个人瘦得脱了相，头发枯黄毛躁，身上穿着一件洗得发白的旧 T 恤。眼前的人和之前那个踩着高跟鞋、穿着精致套装在公司里颐指气使的李主管判若两人。看到我的车开出来，他立刻冲了上来，拦在我的车头前，吓得我立刻踩了刹车。我没有下车，只是按下车窗，平静地看着他。他扑到车窗边，脸上满是泪痕，整个人的精神状态已经濒临崩溃，嘴里不停念叨着求饶和忏悔的话。我没有听他多说，直接按上了车窗，锁死了车门，同时给保安打了电话，让他们过来处理。车子重新启动，从他身边开过去的时候，我从后视镜里看了他一眼，他瘫坐在地上，对着我的车尾灯哭得撕心裂肺。我心里没有半分同情，更没有半分愧疚。当初他逼我去嫁给一个痴傻的人，笃定我只能乖乖就范的时候，就该想到自己种下的因迟早要结出对应的果。他口口声声说女人拼事业没用，不如嫁得好，最后一语成中，把自己的一辈子都烂在了他自己鼓吹的加入豪门的梦里，落得这样的下场全是他咎由自取。没过多久，我就听到了王家彻底破产的消息。王总的矿业公司因为环保问题和债务违约被法院查封拍卖，名下的房产、车子、奢侈品全都被拿去抵债，还是填不上窟窿。王总承受不住打击，突发脑溢血，住进了医院。虽然捡回了一条命，却落了个半身不遂的下场，连话都说不清楚了。王耀祖因为没人照顾，被家里的远房亲戚送到了正规的福利机构，有专人看护。虽然还是痴傻，却再也不会被人当成联姻的工具，也不用再被家里的变故裹挟着颠沛流离。李诺在王家破产的前一天终于跑了出来，可他刚跑出来没多久，就因职务侵占罪被依法采取强制措施，最终被判了刑。恒远的项目在我的全程跟进下顺利落地验收，得到了恒远集团的高度认可。周明远直接和我们公司签了3年的长期战略合作协议，所有的项目都指定由我负责对接。靠着这份长期合作，我在公司里的位置稳如泰山。入职第3年的时候就被提拔成了公司的销售总监，我有了自己的独立办公室，手里握着全公司最优质的客户资源，年薪翻了好几倍。用自己攒下的
的钱，我在市中心买了一套属于自己的房子，阳台装了大大的落地窗，摆上了舒服的懒人沙发和绿植，阳光好的时候可以坐在那里晒一下午的太阳。当初李诺骂我说女人拼事业没用，不如趁着年轻嫁个好人家，跨越阶级。可他到最后都不明白，真正能让一个人站稳脚跟的，从来都不是婚姻，不是依附他人得来的光环，而是自己手里的本事，是银行卡里的余额，是无论遇到什么风浪都有底气转身离开的能力。靠别人给的福气终究是镜花水月，风一吹就散了。只有自己亲手挣来的人生，才是实实在在谁也抢不走的。我的人生才刚刚开始，那些曾经试图把我拖进泥潭里的人，早就被我远远甩在了身后，再也没有资格出现在我的世界里。往后的路，我会一步一步走得更稳更远。